中国引以为傲的大基建时代，正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走向终结。中国各地正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基建停摆潮，高铁、地铁、公共交通等重大项目纷纷被叫停，一些已建成的设施更是沦为烂尾工程。这场停摆潮的规模之大，来势之猛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地铁建设曾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标志，如今却成了财政负担的代名词。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停工的消息此起彼伏。哈尔滨因债务指标不达标，地铁规划被无情退回；青岛14号线被突然叫停，市民期待落空；武汉3号线2期工程停工，留下一片狼藉；北京作为首都也难逃厄运。11号线2期缩水近 30%， 从 23.8 公里硬生生砍到 17.4 公里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，也不得不按下暂停键。14号线延伸至惠州的美好愿景化为泡影。高铁曾是中国向世界炫耀的国家名片，如今却沦为烫手山芋。多个拟建项目被搁置，有些甚至连可行性研究都未启动。更讽刺的是，一些耗资巨大的高铁站建成后却门可罗雀。全国至少有21个高铁站因位置偏僻、配套不足等原因，成为昂贵的摆设。这些僵尸车站分布广泛，从海南的海头站到北京的亦庄站，从江苏的花桥站到湖南的九郎山站。他们静静伫立在荒野或城郊，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规划的失误和资源的浪费。基建停摆的背后，是地方政府难以摆脱的债务泥潭。曾经靠以债谋发展撑起一片繁荣的地方政府，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。今年前7个月，全国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暴跌 2.8%， 而支出却不得不增长 2.5%。这导致财政收支缺口飙升至惊人的 1.98 万亿元，较去年同期狂增 60%。除了上海，全国其他30个省份无一幸免，全部陷入财政赤字的泥沼。一些省份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。四川赤字高达4130亿元，创历史新高；河北、河南、湖南赤字均超过3000亿元，濒临财政崩溃边缘。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，据估计，至少有1/3的城市已经无力偿还地方债务利息。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已经处于实质性破产的边缘，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以下是修改后的段落。这场财政灾难的根源错综复杂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土地财政的彻底崩溃，无疑是最大的打击。今年前7个月，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暴跌 22.3%， 跌回8年前水平。超过 74% 的地级市土地出让收入为负增长，一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。曾经的聚宝盆，如今成了无底洞。与此同时，税收收入也呈现断崖式下滑。今年前7个月，税收收入狂跌 5.6%， 企业经营困难，个人收入下降，政府吸血无门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临界点，一些省份的地方债务规模已经突破天际，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5倍，个别省份甚至突破8倍。这些天文数字的债务，如同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，增长引擎熄火，财政收入增长陷入停滞。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织就了一张几乎无法挣脱的经济困局之网。绝望中，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铤而走险，采取非常规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增加收入。有的疯狂提高罚款，有的大肆出售国有资产，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方开始变相向民众勒索。然而，这些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只会加速财政崩溃的到来。在财政收入锐减的同时，一个更可怕的威胁正在逼近大规模基础设施维修期的来临。这不仅需要天文数字般的投入，更可能成为压垮地方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首当其冲的是住房老龄化问题。惊人的数据显示，全国约1/3的家庭正在居住超过25年的老房子里。这些危房随时面临外墙脱落、漏水、电梯故障等致命隐患，需要巨额资金进行维修。然而，在当前的财政困境下，这些维修资金从何而来？其次是铁公鸡、铁路、公路、基础设施的集中维修期。今年广东梅大高速公路的坍塌事故只是冰山一角，类似的安全隐患遍布全国。据专家估计，仅公路养护每年就需要7500亿元，这个天文数字足以让任何财政官员夜不能寐。高铁维修更是一个无底洞。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，高铁动车组每3年需要一次全面维修，每12年需要彻底大修。考虑到中国高铁从2007年开始大规模投入使用，现在正是维修费用井喷的时期。这笔账单之大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望而却步。地铁同样是一个定时炸弹。一般而言，地铁运行5年需要驾修，10年需要大修。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地铁都已经或即将进入这个周期。然而，在当前的财政困境下，这些维修费用从何而来？一旦维修不到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面对如此可怕的形势，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近日，财政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规，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违法违规举债，不得增加隐性债务。这一政策实质上宣告了支撑中国经济多年的大基建模式的死刑。2023年，中国基建行业投资高达23万亿元，占 GDP 的 18%。而在疫情后，中央曾雄心勃勃地提出40万亿元的基建投资计划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迫使决策层不得不紧急踩刹车。这一180度大转弯，无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。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，各地政府正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。一些地方开始了砸锅卖铁式的资产处置，疯狂变卖国有资产，包括闲置房屋、土地和产业园区。然而，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，这些资产往往只能贱卖，收效甚微。同时，大规模裁员的阴霾笼罩全国，山东、河南、东北等地已经开始了惨烈的砍人运动。大量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面临失业的风险，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，更可能引发新的经济问题。各地还纷纷关停低效项目，一些无效益甚至成为财政包袱的项目被强制叫停，例如多地的有轨电车项目惨遭废弃。然而，这些项目的烂尾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费，对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。在绝望中，一些地方开始孤注一掷，压住新兴产业，不计代价发展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产业。然而，在缺乏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，这种冒进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。这些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加速经济的崩溃。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，这个过程注定充满痛苦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中国可能会陷入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困境。随着大基建模式的终结，中国 GDP 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，跌破 4% 甚至更低，这将导致大量企业倒闭，失业率飙升。与此同时，债务危机全面爆发的风险与日俱增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债务，一场席卷全国的债务危机可能一触即发，这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。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令人担忧，随着失业率上升，社会福利下降，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会达到沸点，社会动荡的风险大大增加。在国际舞台上，中国的地位也可能随之下降，经济实力的减弱必然导致国际影响力的衰退，这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产业空心化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。随着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发展乏力，中国可能面临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，这将进一步加深经济困境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种种阴霾交织在一起，勾勒出一幅令人忧心忡忡的中国经济前景图。结语：中国大基建时代的落幕，不仅标志着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，更预示着一个充满未知和风险的新时代的开始。